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CWC Channel。iOS 18.2 已经正式登场，非常多的内容。这个影片将会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面的部分说明非 AI 的更新内容，后面第二部分专注在 AI 的更新，提供满满的资讯。由于是大更新，非常建议你在更新之前做好备份，点选设定，请来到你的 iCloud 账号，接下来点选 iCloud。点选 iCloud 备份，下面这边就有立即备份。做完备份之后，你就可以安心下载。来到了设定，点选一般软体更新，点选立即更新，你就可以更新成最新的 iOS 8.2。所有的更新内容都会分享在本频道的网站上面，叫 cwcchannel.com， 欢迎来参观。开始之前，先说明我使用的 iPhone 是 iPhone 16 Pro， 同时我目前的语言选择的是繁体中文，地区选择台湾。设定图示更改颜色的时候，现在所有的设定里头的颜色也都会变。使用方法：按住不放，点选左上方的编辑按钮，按下自定。接下来你可以选择不同色调，选好了色调之后，现在所有的 App 都变成同一种色调。之前 18.1 的时候，如果你调整了色调，你来到设定里头的所有图示并没有变更同一个色调。那现在 18.2 你到设定，所有的图示都变成同一种色调了。另外，当你分享的时候，在 18.1 如果你要分享一个连结，那这里的所有的图示都还是原本的色彩。那现在 18.2 当你要分享的时候，现在所有分享的图示通通都变成是同一种色调。第三个非常棒的更新就是音乐的声音大小，在锁定画面现在可以调整了。好，我现在来到锁定画面，我的音乐播放器现在下方出现了音量的选择，所以我可以调大声调小声，我可以放出图片，关闭图片。现在右边也出现了音乐震动的按钮，如果你把它开启的话，你的手机会随着音乐而一起震动。那如果你用之前的 iOS 18.1 的话，并没有音量的选择，虽然图片也是可以放出来或者是收起来，并没有在锁定画面可以调整音量。另外右上方也没有音乐触觉回馈的按钮，那这个新功能是必须要开启的。请来到设定辅助使用，选择音讯与视觉，这里就有永远显示音量控制，所以确定把它开启，你就可以控制音量。如果你把它关闭，来到锁定画面，并没有音量控制的选项，所以这个开启之后，来到锁定画面，音量控制就会跑出来了。这个功能个人强烈建议把它开启，非常的好用。 18.2 还有另外一个音量控制的设定更新，请来到了设定声音与触觉回馈，往下，这里多出了音量限制的新功能。它的目的就是设定 iPhone 在播放歌曲、电影或其他媒体音讯的时候的音量上限。那如果是电话、FaceTime、闹钟，并不会受到这个音量限制。举例来说，我现在音量上限先调整到 90%。 那我现在来播放这个 YouTube 的影片，来管理控制项目之外，你也可以在空白处按住不放。这个是 90% 的音量。那现在如果我把它调整成 20%， 我再来播放一次，来管理同样的，它变得非常的小声，不晓得各位听得到听不到。我现在把音量调到最大，也是一样没有变化。所以这种音量上限的限制就可以在这里做调整。我现在调整回90播放，然后我可以放大声了，可以直接的滑动到你想要滑到的页面，这样子就完成。那这个音量控制你也可以关闭，如果你不要的话，那你可以点选开启，来设定这种音量限制，避免突然转换到音乐或者是影片的时候爆音的情形。那谈到了声音录音备忘录，这里也有新功能，
右边这边是 18.1 的录音备忘录，我现在同时来录音。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CWC Channel， 一个希望你的 iPhone 技巧变强的频道。录音完成，现在你可以点选右上方的3个小点点，点选编辑录音，出现了一个加的按钮，这个就是混音的功能。旧版本并没有混音的功能可以使用。如何使用混音？点选加的按钮，这里出现了2，也就是第2个音轨，那就可以建立起混音的效果。譬如说，我先选择我要混音的部分，使用的方法，当你选择第2个音轨之后，点选下方的录音。真的吗？ OK， 我加上了真的吗的混音效果，点选完成，储存录音。我可以先来试听看看。真的吗？那这个音轨你可以来调整大小声，点选左上方的编辑按钮，最下面就有音程混音1和2。2你如果想要大声，你就可以调2大声一点；如果2想要小声一点，你就可以往左让1变大声。那这个真的吗？我想要用小声一点，所以用左边一点。好，这样子完成来听看看。我的 iPhone 技巧变强的频道。所以第2个音轨的声音就变小了。好了之后，点选完成，储存录音。好，这里就多出了一个新的图示。好，这里就多出了混音的图示。下一个更新是能够去更改预设的 App。举例来说，我现在到了一个网站，我点选下去，这里使用的是 Safari， 这是预设的 App。我想要使用其他的 App 来开启，你可以来到了设定，往下滑到最下面，选择 App。现在最上方出现了预设的 App， 可以让你管理预设的 App。点选之后，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开启的预设应用程式。刚才的 Safari 浏览器预设是 Safari， 我想要改成 Google Chrome。那请注意，你必须要先下载第三方的 App 才可以在这里做选择。由于我的手机里头已经有 Google Chrome， 所以我可以选择 Google Chrome。然后呢，我现在来到备忘录，一样的，我点选同一个连结，我开启的就是 Google Chrome 浏览器。其他的也可以做改变，像是电子邮件预设开启的，我想要是 Gmail。通讯、讯息、通话、过滤等等，你都可以透过这里的设定来更改预设。当你更新完 18.2 之后，来到 Podcast 下方的资料库，现在多出了一个新的叫做类别。在之前 18.1， 如果你到了资料库的话，并没有出现类别这个选项。在 18.2 多出了这个新的，这个类别是如果你有追踪任何频道的话，它都会分门别类的让你知道你的追踪的频道是属于哪个类别。那这个类别也是根据搜寻这里的类别所做的管理。所以譬如说在这边我有选择一个教育，如果在这里我追踪了任何一个频道，在资料库的类别里头就会增加新的。接下来是照片的更新，在更新完 iOS 18之后，照片应用程式有很大的更新。那许多人对于这种更新的结果并不是很喜欢，其中一个大家不喜欢的就是当你在播放照片或者是影片的时候，外面会有许多的空白处。举例来说，在 18.1 这边，我这里有一个影片，我点选下去，在操作上并不是那么喜欢，所以通常大家都会把它变大变小，非常的麻烦。那现在 18.2 当你在播放这种直立式的影片的时候，点选它自动放到最大的萤幕，所以我现在只要点选播放，它就是最大萤幕的大小了。把之前的空白处移掉，但是这样的改变减少了这种拉近拉远的麻烦之处。那请注意，这种自动放大成全萤幕的只有在这种直立式的照片或影片才会出现。例如我这里有个截图，旧的版本旁边会出现空白处，那新的版本我点选我的截图，它自动的放大到最大的萤幕大小。接下来 AirTag 也有新的更新，在使用 AirTag 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想要分享我们 AirTag 目前的所在位置，譬如说在机场你忘记了你的行李，但你行李里头有 AirTag，
你就可以分享 AirTag 的即时位置给所需的人知道，像是地勤人员，那他就可以帮你找到你的行李。如果你有 AirTag 而且设定好之后，你在寻找里头点选你的 AirTag 就会来到了这个页面，你可以播放声音，你可以寻找共享。那现在有一个他人遗失的 AirTag， 你可以点选这个允许其他人定位此物品，这里就可以设定分享物品的位置，你可以向航空公司或者是其他信任的对象分享 AirTag， 让他们能够协助你来寻找遗失的 AirTag。 继续，这个连结你可以点选拷贝，接下来你就可以分享这一个连结给第三方的单位，那他们就可以透过你的分享连结来追踪你的物品。电子邮件上方现在出现了5个不同的分类， Primary 就是主要的邮件，购物交易的邮件，更新的邮件以及促销邮件，所以现在就有这5个大分类，你可以来快速的跳选。如果这种分类你不喜欢，你可以点选3个小点点，你可以变回去原本的列表的方式。那如果你想尝试看看这种分类的功能，选择 Categories， 那你就可以使用这种分类了。那有关于分类的资讯，这边有提供相关的内容 About Categories， 它就有说明这些分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下来过滤你的邮件内容。这个就是第一个很棒的更新。最后是有关 iPhone 16 Pro 跟 Pro Max 的照相按钮新的设定，点选设定，来到了相机，这里相机控制，现在上方多出了自动曝光跟自动焦距的锁定的功能，关闭开启，你可以把它打开。好，完成之后就可以来试看看，确定有连接到相机，点选。好，我现在呢把它移过来，使用的方法就是按住照相按钮，轻轻按就好，它就会自动的对焦以及自动曝光了。轻轻按。手机情况下一般来说是无法直接开启相机的，但现在可以透过设定，我就直接的开启了相机的功能。那这个功能是必须要设定开启的，点选设定，来到了萤幕显示与亮度，这里出现了相机控制需要开启萤幕，如果关闭代表的就是在锁定的情况下你可以开启，如果你是把它开启的话，就是你必须要开启萤幕才可以开相机。所以我现在来开启设定，接下来到了锁定画面，我来开启相机，我按下去了，但是没有直接开启，它会唤起你的手机，除非我再点一次，那这样才会开启。因此如果你不希望这种点2次来开启的方式，譬如说再点一次我还再点一次太麻烦，你就可以来关闭这个功能，我把它关闭起来。现在我再一样的来到了锁定画面，我点选一下，它就直接开启了，省去了按2次的麻烦。接下来影片的第2部分会来介绍 iOS 18.2 有哪些新的 AI 功能。如果你手机没有支援的话，也可以来参考看看这些新功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多出了4大 AI 新功能，像是这里的 Playground、ChatGPT 整合、Visual Intelligence 还有 Gmoji。好，在我录制这个影片的当下，2024年的12月，使用 Apple Intelligence 依旧是有些限制。首先第一个就是语言必须要是英文，目前有支援更多英语系的国家，像是澳洲、加拿大、英国等等，不过中文必须还要等到明年2025年的大约春季才可以使用。第二个限制是你的手机必须是 iPhone 15 Pro、Pro Max 或者是 iPhone 16所有系列才可以使用 AI。如果你想要使用中文的 AI 功能或者是旧的手机，那个人推荐 Google Gemini 或者是 ChatGPT。那有关于 Google Gemini 的所有 AI 的功能，本频道有录制另外影片来说明。那这个影片针对了 18.2 Apple Intelligence 来做介绍。为了能够使用 AI， 首先确定你的手机是 iPhone 15 Pro 以上的机种。
第二个，请确定语言有更换成英文。来到了设定，一般语言与地区，如果是中文，请改成英文，地区可以不做更改，没有关系。所以我这里要改成英文，按下继续。另外，在 Apple Intelligence and Siri 这个选项里头，你的 Siri 也必须要改成是英文才可以使用。本频道之前有分享了一个捷径，叫做 AI 语言设定，你也可以在这个影片的文章来找到这个捷径的下载。那这个捷径可以快速的跳到语言的设定，如果你想要切回到中文或者是转回到英文，你可以使用这个捷径，会变得很方便。点选一下，你就可以快速的跳到刚才我所转换语言的地方，同时 Siri 的语言点选也会快速的跳到 Siri 的语言设定里头，所以这里可以快速转回成中文。所以那个捷径，如果你想要，可以到本频道的网站上面。好，当你更改完语言之后，稍微等个几秒钟，这个 AI 的功能就会启动。好，那现在我已经成功的开启 Apple Intelligence， 测试看看。按下右边的按钮，你可以看到现在有彩色的光芒，代表你已经正式的启动 Apple Intelligence。当你开启了 Apple Intelligence 之后，第一个来试看看的新功能就是 ChatGPT 整合。你在 Apple Intelligence 的设定里头往下滑，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Extensions， 点选这个 ChatGPT 的功能，请开启。开启之后，你可以登录到你目前的账号。如果你不想登录也没有关系。那这个所使用的是 ChatGPT 的进阶功能，因此在每天的使用量是有限制的。如果你要无限制的使用，请升等成 ChatGPT Plus。目前 ChatGPT Plus 在我录影的当下是 $19.99 每个月，在这里按下订阅即可。接下来往下滑，这里你可以确定 ChatGPT 请求的设定开启。好，那这里就完成了设定，这样子你就可以来试看看。那待会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使用英文，因为目前只有英文才有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的功能。I would like to go to Taipei 101. Can you give me a trip plan for 3 days to Taipei 101? 当我问下这个问题之后，你会发现现在多出了你要不要问 ChatGPT 刚才那个按钮。那如果刚才那按钮按下去之后，它就帮我跑出来了。所以这个是 ChatGPT 所生成的，所以它下面这边有 ChatGPT， 所以现在 Siri 变得更聪明了。我再试另外一个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TML code？ 好，我希望呢，它给我一个 HTML code， 我这里用 ChatGPT。好，它现在正在运作当中，这个就是在连接 ChatGPT 的功能。你看，现在它生成了程式档案给我，所以这是来自 ChatGPT。所以 Siri 跟 ChatGPT 现在变成了好朋友，一起运作，提供更完整的资讯。另外，你在写作上面 ，ChatGPT 现在也可以完整的帮忙。我是希望能够介绍我的频道，这个频道是在学习 iPhone 相关的资讯以及一些技巧。我现在呢就来用 AI 的功能，在右下方这边就有一个 AI 的按钮。现在在最下方这边出现了 Compose， 也就是写文章的功能。我点选，好，那在这里呢，我就直接按下发送。因为是所有的文字，所以它会去扫描所有的文字内容，它会根据我所提供的资讯。那现在呢，它写了一篇文章出来，提供了在这边，所以我只是提供了2段话，它现在就生成了很多的内容给我。我的频道是在做什么的，内容有哪些等等，哇，非常的详细。这里还别忘了订阅本频道哦。所以文章的内容非常的多，所以现在可以来 Compose 帮你写文章。此外呢，我还可以根据某一个段落来做修改。例如说，我在这边的介绍，我选择了这一个段落，现在这里多出了 Describe your change 这一段，我想要做改变。那你要什么样的改变呢？好，在这边我就输入 Make it more fun， 让它变得更好玩一点。好，传送，所以它就根据我选的内容来根据我的描述来做更改。所以它现在呢，就根据我想要的请求变得比较好笑一点的描述。
所以如果收到 email， 你也可以跟 ChatGPT 说，请帮我回信，那要回哪些内容，你也可以描述。下一个更新是有关于 iPhone 16 Pro 跟 Pro Max 独有的新功能，也就是照相按钮。那现在呢，更新完 18.2 之后，你可以透过镜头来分辨所有在相机里头的物体。例如说，这里我有一个 AirPod， 我长按不放就可以开启 AI 的功能。这个不是照相哦，这是 AI 的功能。好，那我这里有个 AirPod， 所以我现在在点选这个右下方的按钮，点选，它就会去扫描这一张所照到的照片，它就会告知说你所照到的照片是什么东西。以刚才为例，这一个是 AirPod， 所以它会去搜寻 Google Images， 那可以点选某一个连结来了解详细的内容。那这个功能非常的强大，以后如果你有遇到没有认识的动物、植物、花朵、物体，你都可以照下来，它会去搜寻 Google Image 的资料库来找到相对应的图片，提供资讯。例如说，这里我有个七龙珠，我来看看它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物体。我先把它照下来。好，照下来之后呢，在这边有个3个小点点，我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搜寻，我也可以用询问的方式。哇，它真的找到了。所以呢，这些是大家分享在网络上面的这个图片。我将使用 Playground 来生成一些图片，大家来猜看看是哪一些知名的人物。首先，第一个相似度达到了 90%， 各位猜得出来吗？他就是洛杉矶道奇队的主力日本选手修黑欧塔尼大谷翔平。这个个人觉得相似度达到了 95%。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非常的相似，给个赞。刚才所介绍的图片生成的功能，使用的方法，点选加的按钮，这里可以选择主题、服装、配件、地方，使用描述的方式来建立起自己的图像。另外还可以来照相以及选择照片风格，目前有动画以及绘画的功能。好，现在我就快速的来试看看。首先我可以来描述青蛙，它就会生成一个青蛙。接下来选择主题 birthday， 然后 costumes 服装，我选择 superhero， accessories 配件，把它戴一个 party hat， 然后要在什么地方，在一个山上。好，这样子组合成之后，就会出现了生成的图片。所以如果我喜欢这个，我按住不放，就可以储存到我的相簿。好，我现在按下取消，我刚才所储存的照片就出现了在这里。如果喜欢的话，我可以点选分享，然后储存到我的相簿里头。那另外呢，这里有个图像，点选下去之后，它会自动的去找你手机里头的人物，你就可以直接加入人物来画出图像，或者是右边这边你可以直接选择照片。那另外一个风格是手绘，那我现在来选择这一个来试看看。我可以来照相，或者是我来选择照片。这里我选择本频道的 logo， 我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出来了，非常诡异的图片。那这个风格是一种手绘的风格，一样的，如果喜欢按住不放，储存即可。那同时呢，我还可以更改很多的不同的内容，我可以持续的加入。我选择不同的情境，它就帮我设计出来了。下一个新功能是 Magic Wand 魔术杖。如果你到了像是备忘录，你可以来画画。好，那我现在呢来画一个车子好了。画的实在很丑，但没关系，现在有魔术棒，点选魔术棒，接下来把它圈选起来，然后描述。我想要把这台车子变成是一台蓝色的车子 Blue Car， 按下传送，它现在就会根据我所画的图片以及描述来建立起我的车子的图样。那我这里还可以持续的描述。另外这有加的按钮，我目前使用的是素描的功能，我把它改成是动画的，那它这里就会转换成是动画的风格，看起来就可爱多了。不过还是老车，所以呢，在这边我可以继续描述，譬如说，它其实是一台 big truck。传送，
现在它又到描述里头，变成了一台卡车了。所以这里可以持续的描述，很丑的手绘图，现在就变成一张图片了。最后一个是 Gmoji， 来到了讯息，在输入讯息的过程当中，点选 Emoji， 现在 Emoji 的旁边多出了一个新的图示，点选，你就可以来描述。好，这里我就描述了我要一只狗，然后呢，它的脸是很开心的、搞笑的，然后它有一个 party hat， 所以这里它就帮我生成了图片。所以我只要描述，我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特殊的表情图案。那如果我喜欢的话，就点选下去，就可以传送。刚才的 Image Playground 也可以在这里加入，点选加的按钮，这里也有 Image Playground， 点选它就会到了刚才有示范过的这个 Image Playground 里头。你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插入图片。好，按下完成，那 Image Playground 的图片就被加入到讯息里头了。好，那这个影片就介绍到此为止。18.2 带来了非常多可以激发你创意的新功能。好，这个影片介绍到此为止，希望所有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